来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这衣服洗干净了，你帮小老板晾起来吧。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也真的有事儿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石小姐，石小姐，您就别为难我了。发布会的蛋炒饭我也做了，穆建初订婚礼我也参加了，这衣服我都给他洗了，你们还想让我怎样啊？丸子好几天都没联系到我了，肯定担心死了。石小姐，小老板没放话，我真不敢放你走。那你也别拦着门啊，我又不会跑了。怎么，你们还想把我关起来啊？肯定不能关你啊。那您千万别冲动啊，小老板那边我真的招架不住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我自己跟他说。狗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不干米生的事儿，是我求了他半天才同意我来找你的。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，我该走了，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还挺麻烦的。你放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石小年，这一次是我请求你留下来，因为你是查清楚我哥哥车祸唯一的线索。我答应过我妈妈，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后，我就放弃恩义，回到她的身边。但现在时机不成熟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放弃恩义？这不是你和你哥哥的心血吗？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这里多待些日子。我不是要求你，而是请求，是拜托，你能帮帮我？好吧，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，我也被你打动了。还有看在你带我去订婚典礼的面子上，人情换人情，我答应你，再留下来几天。不过就几天啊，机长为誓，我怕你反悔。幼稚。这个很准的，那你不许反悔啊！小弟，以前我看不见的时候，就经常听你跟我描述日出有多美。那个时候啊，也就是我的眼睛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的眼睛能康复。现在你眼睛好了，我们也得到幸福了。不过小迪，有件事情让我很困惑。你姐姐一直跟我说她画了一本漫画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姐姐她一直想出版漫画，但是一直出版不了，所以她总会胡思乱想。可是我记得，你以前也很喜欢漫画，不是吗？是啊，长大了嘛，人都是会变的。小迪，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没有啊。石小念，你快把他忘了呀！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？忘了他，忘了他。明天睁开眼睛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明天又是新的开始。石小念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挺会找地方啊，这个地方除了我，没人会来。这又是因为那个穆千初啊。可是谁允许你到我健身的地方来治疗你自己的情伤？赶紧做饭去，都几点了？都几点了，你还要吃早饭啊？
这就是我的早饭时间，以后每天这个时间你必须准时给我做早饭，听到没有？做就做，放手！反正我也得吃饭。什么你们人这是？对了，姐姐那边怎么安排的？公司杨总那边的项目已经交给董事会批阅了，董事会那边没有异议。嗯，那就好。穆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没关系，说。杨总的项目是明年公司的重点项目，相当于有实权。您姐姐虽然分管着公司的其他项目，但是她又是公司除你以外的最大的股东，包括公司的很多元老级人物，还有杨总，都是您姐姐一手栽培出来的。你担心姐姐的权力超过我？杨总的提案虽然公司上层都已经同意了，但是公司内部的员工还有一些不理解，您要不要再慎重考虑一下？我之前失明的时候，都是姐姐在帮我打理公司。我现在手头上的项目呢，也有很多都有她的心血。你别担心，小迪也经常跟我说，要我们牢记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。我要是这么做的话，小迪肯定第一个不高兴。你也是好心。对了，小迪现在还没拍完吗？没有，听说是在等日落。知道了。又来，这一顿早饭而已，至于吃这么多东西吗？配备这么齐全，他家厨房也太大了，比我家都大，浪费。不喜欢吃饭，不代表用不着厨房啊。万一哪天我派上用场了怎么办？比如说现在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就是觉得你吃顿早饭用这么多食材太浪费了。这个随你，我只需要在我上班之前吃到一顿满意的早餐就行了，其他都不管。吃，撑死你！我给你做出1年的量，吃吧。哼，这么多东西，你早上能吃下吗？这些都是女生点的，我吃蛋炒饭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随便吃啊。那我可以尝尝。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。还有，这蛋炒饭也太少了吧，根本不够我吃的。下次你多做点。谁知道你只吃蛋炒饭呀？你这么多样，你不多吃点，你只吃蛋炒饭。让你做你就做。你还得吃完呢。你真的不错呀！你不尝尝这些吗？给我一箱子。这是。陈老板，怎么了？陈总说有几个股东在公司会议室等你，已经等了一会儿了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他们好像是要讨论龚玉先生股权的问题。准备车子，去公司。今天晚上有个大片上映，你要去看吗？我去了。龚总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怎么？龚总自从大老板去世之后，就很少来公司了。是啊，这一次现身，我估计肯定有大事发生。关于公寓股份收购提案及协议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龚总，既然龚玉已经不在了，那么他在NE的股份一定要有个说法。我们讨论后呢，打算购买他的这部分股份，所以
想来问问你的意思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是我们都不愿意看见的。但既然事情已经出了，我们要对恩义负责，有一些问题该处理还是要处理的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我们以高价收购公寓的这部分股份，这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合作，对不对，龚总？贾董、吴董，我知道二位的意思。就目前来看呢，你们提出这样的想法，我觉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未来着想啊。只是这件事儿，慎重为上吧。股份是个大问题，大家应该先讨论讨论，再做决定。龚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，这种大事我们放在桌面上，也是想和你多多沟通嘛。我不同意啊。龚总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提案书，我们会给出你满意的价格，或者有什么条件，你也都可以提。我不需要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分割他的股份。那你认为，公寓这部分股权一直悬而未决，就是对恩义负责任的表现了？那我也请你给我们这些股东一个交代，恩义想往哪个方向发展？一般来说，公寓去世之后，他家恩义的股权将会转让给第一继承人父母。但到目前为止，龚先生、龚太太都没有就股权的问题做出任何表态，我们也不可能替他们做决定。再者，公寓刚出这样的事儿，我们就在龚总面前提股权转让的问题，不太合适吧？陈总说的在情在理。小欧，话说回来啊，贾董、吴董提出这样的想法呢，也是为了日后的合作。我相信他们没什么恶意的。这件事儿主要是看你的态度，能谈就谈，你也别想太多。我哥才刚去世，你就这么着急的瓜分他的股份？这难道是好意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瓜分啊？你们也别费尽心思写这个提案来问我了，我的意见很明确。还有，以后像这样的会议，最好提前预约，否则有不参加的权利。嗨，各位，今天谈这样的事呢，确实有点为时过早。吃得好饱呀！晚了，是想念你完了。好几天不见我了，你能不能说点好的呀？你看看你现在啊，完全是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。当初我慧眼识英雄，在几百个漫画家里面把你挑出来的灵气已经荡然无存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咱俩不就是艺考班同学吗？喂，你好歹配合一下，别那么现实。丸子，前天公欧带我去了千初和石迪的订婚典礼。什么？你去了？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我真的是去了以后才想明白了很多事儿。我原来对很多事情都抱有太美好、太好的幻想了。原来我对自己、对漫画、对爱情都盲目自信、盲目期待。你也不能这么说吧。我正好是躲在公欧家的这几天想明白了这些事儿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总躲在公欧家给他做饭。说好听点儿，我是帮他；说不好听呢，我就是在做他的米虫。所以你是想？所以我是想找个好工作，赚钱养活自己。找工作呀？找工作我这倒是有，但是你一个学画画专业的，总不能去干那些粗活累活吧？我无所谓，什么粗活累活我都能干，只要能养活自己。哎，我这次来不是来帮你找工作的，我的本意是想让你重新画画。
可是丸子，我想了一下，我可能真的不具备通过画画能养活自己的资本。我原来觉得我那个漫画，无论从漫画角度还是情感角度，它都是很有价值的。可是现实呢，它却一文不值。唉，所以原来我真的太天真了，都这么大人了，卡里都没点积蓄。哎，你也别这么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放弃画画的。为了赚足生活低保，为了重拾我的漫画梦想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坚持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陈总，哎，肖老板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还得生气啊？小欧，其实有些话没必要说的那么硬的。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啊，你也听得出来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觉得这件事上他们做得非常欠妥，不管是出于股权份额也好，还是出于个人感情也好，这一次我非常尊重你的选择。是吗？当然。还有2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一下。第一件，股东们对于总裁的位置悬而未决，一直是非常不满的。现在咱们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，外面对我们有很多的质疑和猜测。如果再这样拖下去，对恩义将会是致命的打击。还有一件就是，之前那场发布会反响不是很好，你也知道。股东们觉得，适当的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，所以市场营销那边给了一个全新的宣传方案，希望咱们能够尽量的配合一下，我们做一下宣传，减少负面的损失。但是这个发布会呢，需要你亲自参加，股东那边已经没问题了，所以就让我来问问你的意见。你肯定知道我的想法呀。恩义总裁的位置和公寓的股份是2码事，没有必要牵扯到一起。小欧，你已经3番2次的打了股东们的脸，再这样闹下去，对我们都没好处。好啊，媒体的事你们随意，我不管，只不过我不会出面。总裁的位置先这样，没有考虑周全，谁也别想动他的位置。恩义是我哥的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剥夺他的权利，抢走他的位置。没有人要夺走他的股权，拿走他的位置。小欧，恩义他不是一个人的，他是大家的。商场上的事情瞬息万变，每一个决定和选择都是成败的关键。恩义的今天，他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、单枪匹马，而是靠着你公欧、公寓，还有我，以及这个屋檐下每一个人的努力和智慧。你知道外面的人都说你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你可以不在乎他们的看法，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哥的心血。我相信你一定不想他失望吧？小欧，我想告诉你，恩义没了谁，都会照常运转。
呀，刚刚订婚，马上就提结婚，是不是太快了点啊？这种事情当然要越快越好了，万一拖出什么变故怎么办？再说石小店那颗定时炸弹在哪儿，我可放心不下来。要不这事儿让你爸爸去说好不好？我爸，你让我爸去说，我这辈子都别结婚了。千初，千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，阿姨。我跟妈妈聊天呢。是吗？你们在聊什么？我方便吗？也没聊什么，你知道家长嘛，总希望女儿赶紧嫁入好人家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去尽快安排。对了，我们要不要在这儿多待2天？这几天说是来度假的，反而都在忙工作了。我们多待2天，好好玩一玩，再看你最喜欢的日出怎么样？不用了吧，我那边通告都排满了，今天排完之后，咱们就坐晚上的航班回去，好不好？小弟姐，现场好了，我先去拍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划清界限，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生活里，也烦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请你告诉小弟，不要试图再来抢走我的任何东西了。青初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阿姨。这是不是太热了？我们进去坐。啊，不用了，我难得来看小迪，我就在外面坐吧。好。休战5分钟，休战5分钟。哥，我今天真的答应你了。不要这么轻易放弃我。
不再试一次，怎么知道你不行啊？再来。你怎么那么早？我是有新工作，我要赚足钱，然后重新找回漫画梦想。我会精神满满的，为了我的新工作。你回来！你走，谁给我做饭啊？这个问题回来！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可以啊，趁我不在还给我找个小姑娘，我看你是不是胆固醇过高，搞得胆也肥了。你冤枉我自己！给我等等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没说上海不承认我，我第一次来上海，你傻呀？你给我吓我一跳！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们这儿画严肃漫画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海量更新、巨大转折的风格。你不喜欢看没关系，网上有的人喜欢看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小的枪手，画就得了，哪来那么多意见呢？我只是想小的提高一下我们漫画的质量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初稿的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我可没有功夫在你这儿整这些有的没的，提个质量，好清高哦。爱画画，不画滚！滚就滚！真好吃。这个月1分钱要掰成2半花了。哎，刚刚怎么样？不会，人家让你滚你就真滚了吧？我没有。你说我是不是太草率了？没办法，遇到漫画的事我是真来气了。石小念，咱们俩说好的，为了钱，什么都能坚持呢。啊，小念，蛮子。你觉得我是不是活得特别失败？穷就算，我还矫情。哎，那不叫矫情，那叫有原则。哎，不过说实在的，遇到你们这种性骚扰、三观不合的上司，的确没得干。矫情说不上，倒霉你倒是真挺倒霉的。好了，
你知道吗？你下午还要面试呢，还有第3份工作呢。我相信这次肯定没有问题，知道吧？吃药念。走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加油，走。只招身强体壮的男性，那就别找我来呀！看不到简历上写着性别女的，还好我抄了一条小路，要不然耽误了时间，我这供养单程还得多收1块钱。我刷个墙也要美术专业毕业，你咋不要求搬砖的都是建筑学院博士生呢？美死你！不专业。还好是个小路。小邋遢，啦啦啦啦。被抢了多少钱？没丢钱。那还丢了其他什么东西？我还在失业呢，都没小偷有钱，就丢了一个手机。不是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我们天天宣传不要把背包背在后面，不要把手机放在兜里，不要边走路边听歌，你们就是不听。我没听歌，也没放身后，就放在车筐里了，就没了。包不能随便离身。你说说你现在，手机也丢了，钱也没有了，家人该多担心你啊！警官，我那手机刚买的，都没用多长时间呢，还能不能找回来？你先回去，等我们消息。如果手机没有转卖掉的话，找到手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好，谢谢。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叫这儿签一个字吧。记住，不要太着急，有什么消息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哎，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说，我如果但凡早点发现那小偷，我就不会把手机放在身上了，然后他就不会抢走了。这么深的一条路，而且还是快天黑的时候，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只身一人去追小偷。你现在该庆幸被抢的只是手机和钱包，但凡那个小偷有点邪念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在哪哭呢。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？人家手机已经没了，现在可倒好，钱没赚到，手机还丢了。要么怎么说你蠢呢？手机被抢就抢了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去追小偷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同伙没有在附近埋伏你啊？啊，我说人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不过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派出所啊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哼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是我的家务助理在买菜的时候，发现你骑车狂追小偷，然后打电话联系米生，多亏了米生反应快，调查出你在派出所，我才勉强跟过来的。哦，这么巧啊！死鸭子，嘴硬，你就承认关心我安危有那么难吗？不过我好担心我那个手机，真倒霉。你还是好好给我做饭吧，我可以给你开新吃。我不，那样小丸子会说我没志气的。我要靠自己，不靠你。
石小念的石小念，你简直是太没用了，手机也丢了，工作也没了，你现在是不是除了蛋炒饭以外什么都不能做了？哎呀！你想吓死我呀？谁批准你在我家里大呼小叫的？这是给你的新手机，上一次你的手机坏了，我有责任，就当是对你的补偿吧。还给你，我可不要！你这手机都有监测系统的，我可不想我查的内容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，那样我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。哼，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？那我告诉你，上一次是因为你的手机系统没有更新，所以说你的操作我都能看得到。但现在这个手机系统啊，已经更新到最顶级的了，我想看也看不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可真拿走了啊！我拿走的话，你就只能用自己的钱去买手机了。我们NE的手机可是很贵的。哼，好，有骨气，那我走了。给我，这本来就是我的题目。小欧见到了，一定很高兴。压死我了你！你快起来呀！哎，干什么你？起来！伯父伯母好。不是你们想的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招呼也不打就飞过来了？说一声我去机场接你们。哎呀，这你爸不是不让说吗？我们这么做是想给你个惊喜。什么惊喜啊？我就跟你直说了吧。我听说你和小玉的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是关于股权方面的，有这么回事吧？爸，谁跟你说的这些？这些只有几个股东才能知道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想瞒你老爸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吃点水果。小欧，你不打算介绍这么可爱的姑娘给我们认识吗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你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，我得问清楚啊！哎呀，松手干嘛呀？你干嘛说我是你女朋友啊？小点声，我爸妈还在那呢。现在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将计就计呗。你干嘛不说点别的呀？话赶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让我说什么好？你就说我是深夜来找你对接工作的人。我公司的职员深夜里到我家里来对接工作，这传出去更可怕吧？还有啊，现在有损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一点没觉得当你女朋友是什么占便宜的好事儿。你错了。你可不是我女朋友，只是假扮而已。好好好。嗯。干什么啊？看手相？机长啊，怕你反悔。帮我准备一份甜品。占我便宜，让我当你女朋友，还让我给你准备甜品，我给你下药。两位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来了，陈总，坐。哎，怎么没喝酒啊？这不等你呢吗？哎，陈总，媒体宣传的事儿，公欧表现的怎么样？整体还不错，至少这一次他出现了嘛。公欧这小子，如果再耍小孩子脾气，我们就联合其他股东把他弄下去。目前来看呢，我觉得还是要以公欧为主。我们的股价波动很大，媒体发布会结束以后，所有的媒体都盯着公欧。
如果这个时候他再出什么事儿，恐怕咱们都承受不了。你说的也对，新产品刚面世，销量和股市的数据才是硬道理，这关系着恩义下一步的发展。还有，这个宣传，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股权的问题，要尽快搞定。一旦成功，你来主事。龚欧呢，我们也不是要赶尽杀绝，毕竟他占着一个核心技术的优势，那就让他回去继续研究他的技术，恩义不会亏待他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借着这个好形势，你该往前走一步了。下周有个汇报会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记得。新产品上市的第1阶段的验收呢，我们和高管都会参加。龚欧肯定是没什么好成绩的，所以啊，我们会把你推到前边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听你的。恩义新手机面世后销量低迷，以致股价持续降低。那么，作为近几年的业界新秀，恩义将如何面对掌门人空缺的危急关头？各界都在拭目以待。不知新任总裁上任后，恩义的股价是否会回升，还是持续低迷？